公司上市当天，妻子用离婚威胁，让我把手里所有股份让给他的白月光。众人看好戏般，准备看我当场发疯，可我却情绪稳定，立刻签署股权转让合同。我确实配不上现在的公司发展了，股份便宜些卖给他，也算是我为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所有人瞠目结舌，以为我被气得精神失常，可只有我知道，白月光在算计妻子，公司很快就会被掏空，届时股价大跌，妻子会赔得血本无归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7年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公司才能成功上市，你是公司的大功臣，辛苦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嘉奖你的。刚走到宴会厅门口，我便看到妻子宁婉含情脉脉地握着他的白月光张其年的手。张其年一只手挠了挠头，嘿嘿笑道：“这都是应该的，能为了你做些事，我很开心。更何况这次能顺利融资也是大家的功劳，我怎么能独占呢？”张其年这话一出，在场的其他同事纷纷恭维：“还是其年哥做得好，我们做的只是小事，不算什么。就是其年哥简直是公司的顶梁柱，没有他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听着大家夸赞张其年的话，宁婉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，看向他的眼神里都是亮晶晶的。我内心酸胀，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。宁婉明明是我的妻子，可她却处处维护张其年，即便在公司也不隐藏对他的欣赏和爱意。毫无经验的张其年刚进公司就能坐上经理的位置，以至于公司里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张其年才是她的男朋友，甚至大家不约而同的默认，哄张其年高兴就能让总裁宁婉开心。我对此已经麻木了，可这次公司上市，明明是张其年偷窃了我的功劳，我迈不进门。这时，宁婉的余光也看到了我，眼瞳里盛满的笑意脸下，取而代之的是严肃沉冷。他双手掌心向下，压下大家的喧闹，冷声道：“趁着这次的庆功宴，我还要再宣布一件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公司向来赏罚分明，其年是公司上市的大功臣，该讲那差点坏了公司大事的人，也应该惩罚。”林业说着，他的目光如利箭般朝我射来。闻言，同事们也纷纷朝我看来，眼神里满是同情。林业，这次你记错签署合同的时间，差点毁了我们公司上市的大事。我命令你把你手里1半的股份拿出来，交给其年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什么可说的。这些天我向他解释过很多次，可宁婉怎么都不信。公司最后一轮融资和合作方签署合同的时候，宁婉的秘书向我传达了错误的时间。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张其年已经拿着我的方案和合作方签完了。秘书说是宁婉的通知，可宁婉却断定我不守时，还妄图把锅甩到他的头上。后来我又顺着调查到张其年，宁婉却冲我冷笑：“好啊，林业，你见把锅甩我头上不好使，又想把锅甩到张其年身上。那天他生病，烧到39°C，是我联系不上你，才临时让他紧急顶上去的。他为了公司做到这种程度，你还诬陷他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”我焦急地为自己证明，可他拿的是我的方案，根本不是他自己做的，很显然是他安排的。什么你的方案？那是他发着高烧做出来的方案，现在你连这个功劳都想揽在自己头上吗？林业，我知道你对其年有不满，但这是公司发展的大事，你这么拎不清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从那之后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宁婉都觉得
我是居心叵测，在公司对我越发冷淡，连带着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开始有些不一样了。宁婉的话说完，这时张其年站了出来，故作紧张道：“婉婉，你别这样，我刚进公司，怎么能拿股份呢？而且林业可是公司的元老，还是你的。”他的话没说完，但大家都明白了什么意思。这话看似为我开脱，事实上却是拱火。毕竟宁婉总觉得我是靠着他的关系才在公司站稳脚跟。果然，宁婉的脸色更沉了，毫不留情地打断道：“就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才让他现在这么嚣张，险些误了大事。以前我宽容他够多了，这次他必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而且，你知道当初他跟我说了你什么吗？你还在替他求情。”张其年一副委屈的模样。我知道当时林业哥诬陷过我，但我能理解，毕竟做了错事，害怕是正常的。其年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两人一唱一和，我思索片刻，走上前，在场众人的眼神愈发微妙。我能猜到他们在想什么，可能觉得我又会因为张其年和宁婉争执。而宁婉当着大家的面骂我这里是公司，他只会拿业绩说话，让我滚出去矫情。连宁婉也是这么想的，看到我的动作，他不动声色地护在张其年的身前，语气冷冷道：“林业，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威逼其年妥协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如果不执行，我会找律师。”不等宁婉说完，我淡淡地打断了他：“不用请律师，放心，我会把股份让给他，而且不是一半股份，是我手里全部的股份。”全场霎时一片寂静，同事们疑惑地看向我，随即低声窃窃私语。林业慌乱道：“林业哥，你别生气，婉婉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宁婉也是微怔，好看的眉头蹙起：“林业，你别在这儿无理取闹。”“我没无理取闹，我说真的，我手里的股份可以全部转让给张其年，毕竟我确实配不上现在的公司发展了，股份便宜些卖给他，也算是我为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。”宁婉沉思片刻，似乎是怕我变卦，直接从包里拿出合同，在股权转让的份额那里填了100%。那行，你把合同签了，我就信你。我认出来，这份合同是他1个月前就拟好的那份，我在家里的办公桌上看到过，但当时他说是其他朋友公司的，可现在想想，应该是给我的。他早就有了让我将股份转给张其年的想法了。所谓的因为迟到差点耽误公司正事，所以要惩罚，只不过是他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。我没戳破他，没理会大家的震惊，飞快地签好名字，递到宁婉面前。张其年两眼发亮，迫不及待地上前接过合同，嘴上却说：“林业哥，你还真的签啊？”婉婉只是随口那么一说，还好婉婉还没盖章签字，你快拿回去撕掉。他说着，假意往我面前递。一旁的宁婉立刻夺过张其年手里的合同，递给了法务部的同事去走程序。其他同事吃惊地瞪大了眼，张其年也叹了口气：“婉婉，你别这么对林业哥，你别为他说话。”宁婉嗔完张其年，又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：“既然说要转让全部的股份，那就转，你也不用不舒服。这家公司本就是我和其年一起创立起来的，你现在把公司股份还给他，也是物归原主。”闻言，我忍不住有些想笑。当初这家公司确实是宁婉和张其年创立的，可在创立初期，公司刚盈利，张其年就卷走了公司账户所有的钱，跑到了国外，留给宁婉的只有每天登门要债的债主，以及他个人银行卡里最后的6块2毛8。
连买一份早餐的钱都不够。宁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每天联系张其年联系不上，怕债主登门，连公司和家都不敢回，每天睡在桥洞下面。当年是我听说了这件事后，连夜飞回来找到宁婉，把所有的积蓄交给他，还清了债务，帮助他将公司东山再起。为了拉拢业务，我应酬喝到胃出血。为了将钱省在工程上，我大夏天每天顶着40度的高温步行到公司。那时候公司遇到困难，宁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甚至生出了想要就此结束、想要轻生的想法，也是我每夜的开导。她沮丧地躺在出租房的床上哭，而我替她挡下公司的所有负面消息，每天想方设法解决公司的困难。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一周总共只睡了5个小时，有次甚至熬到吐血，被人送去了急救。不夸张地说，公司几乎是用我的血肉筑起来的。可现在，宁婉说公司本就是她和张其年创立的，我是物归原主。谈到这个话题，张其年似乎也有些心虚。婉婉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今天是公司上市的好日子，快切蛋糕吧。说着，他匆匆地从一旁的桌上拿起水果刀，塞到我手里。林业哥，你和婉婉一起切，你们毕竟是夫妻。还未等我说话，宁婉不悦地将水果刀从我手里夺过去。他切什么？这是公司上市的庆祝会，是公事，当然由公司里最大的功臣来切。其年，你来和我一起切。张其年脸色为难，可是这样不好吧？要不然我们3个一起切。说着，他伸手就拽我的胳膊，可在众人没看到的地方，他冲我狡黠一笑，手上用足了力气，狠狠地拧了我一下。我一把将他推开，还没反应过来他为什么用这么小儿科的手段，宁婉一下就炸了。林业，你搞什么？其年好心让你一起切蛋糕，你竟然还推他！你如果是因为股份的事情不满意，就冲我来，欺负其年做什么？赶紧给其年道歉，不然你给我滚！现在滚！婉婉，我没事，你别让林业哥走。我知道林业哥肯定不是故意的。说着，林业伸手就要拦住我，看他假惺惺的模样，我再也忍无可忍。这次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的手掌狠狠地按在桌上，随即抓起刚才的水果刀，用了10×10的力气，猛地朝他的手心插去。但在刀尖几乎要贴近的时候，我还是轻了力气，刀身稳稳地被插在了张其年食指和中指之间。四周一片尖叫，张其年脸色惨白，满头大汗，鼻尖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我垂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张其年裤子一片湿漉漉的。我嫌弃的想吐，胆子这么小还敢跟我玩心思，下次我就直接剁手了。宁婉下意识地站得离张其年远了些，可反应过来，他又冲我大吼：“林业，你疯了！立刻给张其年道歉，不然我开除你！”我直接打断宁婉，笑道：“不用你开除，辞职信我晚会儿就发你。”随即我转身离开，刚走没多远，我才听到宁婉后知后觉的咆哮声，但我抛到身后，连头都没回，直接离开了宴会厅。夜色薄凉，刚才不觉得，走到街上才发现四周还是有些冷的，不过再冷也抵不过心凉。宁婉原来明明不是这样的，她善良勇敢。当初宁婉无意中看到路上有狗贩子的车，她一个还没毕业的高中生，花了自己1周的生活费，打车跟在狗贩子的车后，实时向警察报告位置。那时候她正值高3，时间最宝贵的时候，她又花了3天的时间替这些无辜的生命找到主人。我也是在那时候和宁婉相识的。
当宁婉给我打电话，等我赶去的时候，我养了6年的狗满身是伤，而宁婉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给他上着药，还安抚地摸着小狗的头。当时的环境很恶劣，灯光昏黄，可我却觉得宁婉的头发丝都在闪着光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替她报销了花销，还加了好友，想要多认识她一些。可看她朋友圈才知道，她还有一个相处3年的男朋友张其年。我便压下了自己的悸动，默默祝福。后来她和张其年开公司，我也在尽自己所能，利用自己的资源，在背后默默帮助他，直到我看到他被张其年坑骗无归时，我毫不犹豫辞掉了自己的高薪工作，甚至不惜跟家人闹翻，走到了他身边。我们住了3年暗无天日、闷不透风的地下室，夏天容易停电，洗过澡没多久又会出汗，浑身湿黏。可宁婉不在乎地撒娇抱着我，郑重地对我说：“林叶，虽然我们现在很苦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等我们的公司上市，有了钱，我一定狠狠地报答你。到时候，公司的股份分你一半，行不行？”说完，他又一咕噜坐起身，朝我娇嗔地警告：“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变坏，不能找别的女人啊！”可这次变坏的不是我，是他。正在这时，手机响了2声，我解锁后发现是列表的好友给我发来的照片。张其年换了一身衣服，和宁婉贴得很近，两人一起抱着喷涌的香槟，四目相对，笑得很开心。发照片的是个小号，但我知道是张其年。这段时间，他没少发和宁婉的亲密照片来膈应我。我最初给宁婉看过，本意是想告诉他张其年不是什么好人。可宁婉当时脸色直接变了，说我在怀疑他，竟然找人偷拍，还立刻向我撇清他和张其年的关系，说他们只是同事间的交流。我如鲠在喉，我将手机收起来，漫无目的。最后不知不觉竟来到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摊前。宁婉很喜欢吃冰糖葫芦，但她有洁癖，总觉得带山楂盒的不干净，所以我每晚回家都会给她带2串去核的冰糖葫芦。我问过宁婉为什么喜欢吃冰糖葫芦，她说苦得太久，所以想吃一些甜的东西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走到小摊前，买了2串无核的冰糖葫芦，嘴里太苦了，我也想吃些甜的东西试试。刚拿到手，我的余光就看到宁婉和张其年并肩走过来，宁婉的身上还披着张其年的西装外套。婉婉，你快看！我就说林叶哥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他还买了这么多冰糖葫芦要送给你。我之前陪你过生日，你许愿不是说过想有吃不尽的冰糖葫芦吗？婉婉，林叶哥既然对你这么好了，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宁婉轻哼一声，身体却诚实的上前，伸手准备接过去。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让我原谅你了，刚刚你那么对林叶，你要跟他道歉，不然……不等他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将手里的冰糖葫芦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些被口水喷脏了。我朝旁边目瞪口呆的小贩道歉。宁婉瞬间火了：“你嫌我脏？林叶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信不信我跟你离婚？”以前宁婉明明跟我说过，分手和离婚是最伤感情的，不管我们吵得有多激烈，都不能提分手或者离婚。可自从张其年回国之后，我们便经常因为张其年相关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几乎每天都要大吵一架。有一次，宁婉说不过我，脱口而出说要离婚，我被吓得心脏都猛地一颤。我和宁婉在一起9年，我感觉自己早已经离不开她了。担心他离婚，我便妥协，
他发现离婚可以威胁到我，所以每次便拿离婚威胁。后来公司因为张其年亏损将近1个亿，他知道我不会答应离婚，所以亏得毫无负担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已经在一声声的威胁中被磨平了棱角。此时再听到离婚2个字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种解脱的快感。好，离，谁不离谁孙子。我的话说完，宁婉一下怔住了。张其年眼底的得意一闪而过，很快诧异地张大嘴：林业哥，你别冲动啊，你和婉婉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？我知道你是因为我生气，我以后不在你们面前出现了。对了，你是因为股份的事生气吧？我把股份也还给你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离就离，我早就想跟他离了。宁婉气呼呼地打断他，可直到我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民政局门口，宁婉才发现我是真的想离。我看到他的脸色有些迟疑，但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们签了离婚协议，做好资金分割。我和宁婉的公司股份已经交割完毕，只等着我让出的那部分股份资金到账，这家公司便跟我再无瓜葛。2栋别墅和2辆车买的时候，就分别在我们各自的名下，存款也是各自保管，所以财产分割的也并不麻烦。我拿走的也是自己应得的部分。领完证走出门的时候，宁婉的脸色已经青得看不出本来的样子了。张其年在一旁痛心地直拍大腿：林业哥，你糊涂啊！就算你的股份让出去了，可婉婉赚的钱是婚内财产，你仍然占一半啊！以后公司上了市，就算你离职什么也不干，也会因为婉婉身价上涨的。你现在和婉婉离了婚，就算你分割拿走了点钱，可也只是一小部分，早晚会花完的。而且你刚刚从公司离了职，就相当于没有了生活来源，以后你可怎么办呢？这话看似为我着想，实则在变相骂我吃软饭，一直在算计宁婉罢了。宁婉也冷哼了一声：林业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已经足够仁至义尽了。在公司，大家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恭维你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吧？你大可以试试，离开我之后还能怎么活？到时候等你穷困潦倒，你可别哭着回来再求我。正说着，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。宁婉看了眼来电，眼底猛然闪过一丝兴奋，是龙头企业打来的电话，肯定是来谈下一次合作的。他和我们一合作，可就是10个亿以上。公司这发展速度，你可千万别眼红。说着，他特意打开免提。这时，一道冰冷的男声传来：离合同约定期限已经超出了15日，到现在我们都没收到贵公司的货品，我们已经起诉了贵公司，3天后我们法院见。宁婉脸上的笑容一寸寸皴裂，他匆匆问道：不可能啊，齐总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签完合同没多久就去准备了，用款审批都已经走完了，更何况如果真有什么意外，我们私下好好聊，哪儿用得着做得这么绝？齐总毫不留情打断他的话：我只知道我们到现在都没收到东西，而且据说贵公司负责人拒绝积极沟通，曾经还威胁我们同事。鉴于贵公司这种态度，我们也不打算私下沟通。如果想免除牢狱之灾，我劝你们尽快按合同准备好3倍的赔偿金，否则没人帮得了你们。说完，齐总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。宁婉慌了，定金2000万，3倍那就是6000万，简直是要他半条命啊！他匆匆再打回去，对方直接拒接。最后他给产品部的同事打了电话，可对方却回复：
他们找财务审批的时候，财务声称公司账户没那么多钱，所以这批产品根本没能进货成功。怎么会这样？宁婉手足无措的又给财务打电话，财务又声称是之前审批要采购的东西太多，账目早就入不敷出了。前些天我把对好的账都直接发给您了。听到这儿，宁婉立刻翻开前些天财务给他发的账目表，怎么可能？账户怎么可能只剩这些钱？宁婉破防了，这些消费项目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？公司什么灯需要花1万，什么卫生纸需要2、3千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还有刚刚通过的审批，一场庆功宴需要花费10几万吗？你给我坦白，是不是你挪用了？宁婉怒火上头，嘴上也没了遮拦。财务无语地回道：发票都已经交到您手里了，而且那些审批都有您的盖章，这件事您知道的，那你就没发现数额有问题吗？为什么不报给我？宁婉继续逼问，财务语气竟隐约带了些轻蔑。可您之前说过，审批过的事情就不要再麻烦您了，交给张总过目就好了。宁婉哑口无言，我偏过头，正好看到他旁边的张祈年心虚地挪开眼，心里已经了然。这段时间，宁婉对张祈年的偏爱，让大家都能明白张祈年在宁婉心里的重要性。和张祈年作对的我，被宁婉各种搓磨，大家也不敢步我的后尘。那些审批必然是张祈年交上去的，可即便大家知道有问题，他们也不敢说出来。更何况，我的股份刚被宁婉逼迫转让给了张祈年。以张祈年的身份，大家更不敢得罪他了。之前我就查到了公司财务有问题，被张祈年做了手脚，也预想到了宁婉会有现在的结果，但我没想到这场报应来得这么快。张祈年连项目的资金都敢动，宁婉还真是把他宠得有恃无恐了。婉婉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承认这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公司内部的事我们可以慢慢处理，还是想想怎么处理这次合作的事情吧。张祈年匆匆道。宁婉这才冷静了下来，他看着张祈年欲言又止，似乎是想责备，但又不忍心，看得我有些想笑。或许是我坦然的模样刺激到了他，他红着眼，慌不择路地朝我命令：林烨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把这件事情解决了。你之前遇到过这种事，有经验，只要你帮公司把这次的难关度过了，事情办成之后，我会给你奖励的。看来他是真的怕了，竟然求到了我头上。以往看到他这副慌张为难的模样，根本不需要他说，我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。但现在我拿拇指百无聊赖地掏了掏耳朵，不好意思哈，我已经辞职了，这件事不归我管，你让负责人去解决就好了。祈年不是公司的功臣吗？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他的。我转头示意了下张祈年，宁婉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半晌嘴里才吐出一句话：林烨，你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说过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会帮我处理，你会对我一直很好的。我回答得漫不经心，那真可惜，你看错人了。婉婉，我们不要求他，这件事本就是我负责的事，我来处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力挽狂澜。张祈年傲气地拉着宁婉就走，宁婉眼神里满是迟疑，走到一半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我一眼。看来他也并不是很相信张祈年的能力，所以之前很多次让我帮张祈年擦屁股，我都没察觉得出来。现在再想想，那次我签约合同迟到的真相，说不定宁婉都心知肚明。
但他仍然选择了给张其年铺路。只是可惜，张其年又要让他失望了。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以我对张其年的了解，不落井下石都算他善良，他怎么可能会力挽狂澜？可很快，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公司传来的消息，张其年竟然真的找到了齐总，并且为这次合作争取到了10天的时间。据说宁婉还和负责人吃了顿饭，把对方哄得开心，对方甚至放话要预定下次合作。宁婉心花怒放，专门在朋友圈发了吃饭的照片，还额外发了一张和张其年的牵手照，配文：患难见真情，日久见人心，庆幸自己终于告别了烂人，和对的人走到了一起。烂人是谁不言而喻，我懒得理会。不过我倒是对宁婉能和对方负责人一同进餐的事情感到好奇。对方是龙头企业，对规章制度要求极为严苛。我记得他们公司有规定，禁止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和合作方私下单独见面。宁婉不仅和他们见了面，对方还说要预定下次合作，除非负责人不想在公司干了。我本想找机会打听下情况，结果公司里一个老员工主动联系找到了我，一边骂一边嚷嚷着公司没办法再待了。这个老员工是我一手提拔的起来的，是公司顶梁柱的存在。我和宁婉闹僵之前，他就因为宁婉无条件放任张其年的事情想辞职了，是我一直在开导他。宁婉虽然对我以及我的团队有很大意见，但给员工的待遇还是好的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气得一拍桌子：公司账户没钱，大家都看出来是张其年搞的鬼了。可宁总不仅没有再追究财务的支出情况，反而又给了张其年100万。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？合作就是被张其年给搞砸的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，他还把工作交到张其年的手里。小周他们都在劝他不要这么做，告诉他张其年有问题，迟早会把公司拖垮。你可知道宁总怎么做的吗？他把小周他们全辞退了。他越说越激动，但我很理解他。小周他们也是公司的老员工，当初和公司一起共患难过来的，为公司创造了近1半的利润，好几次甚至带公司走过绝境。宁婉现在因为张其年要开除他们，可不就是昏了头？林总，我知道宁总是你老婆，但这次你不要再劝我了。宁总显然在拿着公司陪张其年玩，再大的公司也撑不住的。而且以宁总现在的行事风格，说不定哪天我就和小周他们一样了。就算开再高的工资，我都不能再留在这儿了。我没打算再劝他，而且告诉他我和宁婉已经离婚了。纵然没有得知再多的消息，但我清楚宁婉现在已经把自己逼进绝境了。果然，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消息，事情果然不妙了。半个月后，龙头公司将宁婉告上法庭的时候，宁婉才醒悟过来，那天他们见到的根本不是对方公司的负责人，而是张其年找的演员，目的就是为了最后卷走宁婉的钱。所以根本没有将项目延期半个月这一说法，也自然没有下次合作的说法。宁婉闹着说见过对方的工作牌，还能在网上查到他的身份信息，确实是龙头公司任职。他怀疑龙头公司在骗他，但我大概能猜到他被张其年套路了。身份牌可以伪造，网上的信息也可以造假，这件事估计张其年从中没少插手，也因此宁婉还正在家里给张其年做晚饭，就被赶来的法院工作人员带走了。直到见到真正的负责人，
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敢相信，匆忙联系张其年，可哪儿还能联系得上？张其年早就拿着钱，不知道去哪儿潇洒了。宁婉这才心如死灰。知道这场闹剧的时候，我已经入职了新公司。新公司规模并不大，属于中等。不过这家公司在最近2年里面已经多次向我抛出橄榄枝，只不过都被我拒绝了。这次我刚和宁婉闹出这档子时，他们就诚意满满的邀请我入股了。我没好意思再拒绝，本以为老板应该是个很固执的中年人，谁知签完合同入职之后，才发现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的小青梅姜诗意。之前我刚毕业不久，他就邀请我一起创业的。原来我是想答应的，但得知宁婉的事情后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转而去找了宁婉。这些年，因为宁婉的时候和家里的关系闹得有些僵，我也很少回家，因此也很少见她。这些年，我倒是和她联系过几次，不过都是关于公司的事情。她还跟我抱怨过，说自己后悔了。我还以为她早就放弃，已经回家了，怎么能放弃呢？我当初可是拎着行李箱跟家里放话说要闯出点名堂的。而且你连家都不要了，跑去跟别人吃苦，你能吃，我怎么就吃不了了？我可不想让你看扁。姜诗意喝着咖啡，玩笑般朝我说道：将近5年不见，他相比之前已经成熟了许多，举手投足间优雅知性，独当一面。可分明5年前还是个整天只知道嘻嘻哈哈，遇到事情就要找我求助的小姑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喜欢她，就是因为她救过你的狗命吧？我知道这个，他是说宁婉，但关于宁婉的话题，我实在是懒得再谈论了。姜诗意也没多问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开始潜心钻研工作。运气比较好的是，原来的团队听说我现在的情况后，纷纷赶来投靠，我们原来的团队又重新组建成功。姜诗意向来只拿成绩说话，不会插手自己不熟悉的领域。而且公司虽然不是很大，只是中等，但内部制度已经完善，有自己的运营规则，每个部门间的氛围也极为融洽。我们原来几乎被宁婉搓磨殆尽的冲劲，很快又恢复了元气满满。在我们的加入后，公司业绩如日中天。姜诗意很开心地组织了一场公司聚餐。聚餐的时候，同事们不停地起哄，让我和姜诗意喝交杯酒。这些天我都有耳闻，同事们都想撮合我和姜诗意。毕竟我和姜诗意看起来郎才女貌，合作起来也的确天作之合。再加上我们本就青梅竹马，同事们私下里磕风了。姜诗意也有这个意思，但我还是委婉地拒绝了。刚刚经过一场失败的婚姻，即便过了那么久，在感情方面我仍有些疲惫。我没办法以现在这个状态去接受姜诗意的感情，我想要再冷静一段时间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聚餐结束的时候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宁婉。她被告之后迟迟还不上定金，原本是要被拘留，可谁知拘留的第2天就被查出了怀孕。她又找了人，最后才被判决在家里禁足。直到找到张其年再开庭，他身后跟着2个警察，身上穿着去年买的大衣，不修边幅，面色看起来十分憔悴。即便是我们最难的那些时间里，宁婉也是很讲究的，衣服从来不会穿到第2年，看得出来她是真的窘迫。看到我的时候，她的眼睛猛然亮了，眼底闪过希望的光，飞快地朝我扑过来。林烨，你帮帮我，我现在好痛苦，你拿出6000万帮我还清欠款好不好？当初公司股份的现金有1000多万，
你的房车加起来肯定能卖得到6000万。你这次帮了我，我就跟你复婚，我们在一起，以后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听。宁婉拽着我的衣服，语气再也没有原来的高傲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，似乎唯恐我会拒绝他。我看着他苍白憔悴、充满讨好的脸，不由得想到了他被张祈年骗后没多久。我刚见到他的时候，同样的因为张祈年，他在张祈年那里栽了2次。有些事情完全可以规避的，比如那些离谱的账单，但凡他用心，都能察觉不对。可自从张祈年回国后，他每天和张祈年腻在一起，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，所以都是我一直在帮他看财务部的报表。但在我查出张祈年的财务审批有问题后，不知道张祈年跟他说了什么，他直接收回了我看财务报表的权利。我跟他争执，他反而说我不相信他。此时看到他这么落魄，我一时不知道自己是该可怜他，还是该嘲讽他。看到我没有推开他，他的眼睛里闪过几分希望的光。林烨，对不起，当初是我不好，是我被坏人蒙骗才做了错事。可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我们的感情那么好，你忘了吗？你说过会护我一生一世的，你还说过我就是你的人生目标。我当然记得，我记性很好，我记得我们之间感情的点点滴滴。可我也同样记得他为了张祈年在公司对我的各种无理要求，以及那天他当着众人的面命令我将股份还给张祈年。不可否认，他对我或许有感情，但如果让我和张祈年之间选择，他仍然会毅然决然地选张祈年。正好这时姜诗意朝这边走过来，我朝他看过去，毫不留情地从宁婉手里扯回袖子，冷声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新的人生目标了，以前的话你就当我食言了吧。”宁婉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看到姜诗意的时候，她的脸色杀得泛白，没有血色的嘴唇颤抖，气愤地指着我：“我们才离婚1个多月，你怎么能这么快移情别恋？”我知道他是误会了，但我懒得理会他的无理取闹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，你和张祈年就在一起？宁婉歇斯底里地打断了我：“可你明明说过你爱我的，你怎么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？”姜诗意已经走过来，熟稔地搭上我的肩膀：“不仅如此哦，林烨现在有我公司的股份，还将我的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就现在风头最盛的那家公司，你应该在电视上见到过吧？真是谢谢你的慷慨，要不是你成全，我还得不到他呢。”姜诗意款款说道。杀人诛心，宁婉更疯狂了，嘶吼着上来要抓姜诗意，但却被旁边的警察眼疾手快地摁在了原地。团队的同事正说说笑笑地往这边走过来，走到一半才看到这边的情形，看着宁婉落魄的模样，他们也察觉到不对，想要避开。毕竟宁婉最在乎颜面，如果让他发现他们看到他这么狼狈，他的脸还往哪儿放？可还不等他们避开，宁婉就已经看到了，指着他们大骂：“你们也进了这个贱货的公司了是吗？你们这群白眼狼，当初我对你们不好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背叛我？”他被摁在地上，疯狂嘶吼，骂我，骂姜诗意，骂团队的同事，情绪十分激烈。可我们只不过在用当初他对我们的方式对他，他怎么就受不了了呢？警察见情况不对，拉着宁婉离开，可宁婉怎么都不走。最后他像是认命一般，跪在地上，冲着我不停地磕头。我知道了，林烨，这些只是你的借口，对吗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承认我吃醋了，你别再伤我的心了，好吗？最后他痛哭出来，泪顺着脸颊落下。我知道他这是后悔了，但已经晚了。
看到宁婉这么狼狈，我还是有些不太忍心，便私下让人找张祈年，想着能帮他减轻一些罪名。不过我这边的人还没找到，就听到了张祈年被找到，而且被抓起来的消息。原来当初宁婉为了项目借款的时候，聪明了一次，还给自己留了一手。他没有完全拿自己的名字借钱，而是还拿张祈年的身份证借了50万。这些年宁婉对他事事顺从，张祈年自然没想到他会这么做，也自然没有任何防备，对自己名下这50万欠款毫不知情。所以当到了还款日期，债主气势汹汹地派人到处找他的时候，他还一无所知的在外正拿钱潇洒。债主花了大力气发现到了他，一行人气势汹汹地堵了张祈年，让他还钱。但已经过了很久，张祈年没有工作，且一直在无节制的挥霍，哪儿还有闲钱还？一行人本就以为他讨债感到气恼，听他这么说，更是毫不留情地把他痛揍了一顿，直到警察来才停手。警察他们带回警局，结果录入信息的时候，发现了张祈年是在逃嫌犯，立刻将他送回了当地的法院。张祈年和宁婉见面的时候，痛哭流涕，又一次狡辩说自己有难言之隐，说自己是为了公司等等。好在宁婉还没有那么傻，这次无论说什么，宁婉都将他告上了法庭。但警察调查完之后发现，张祈年挪用了公司财物，但总金额并没有那么高，顶多被关2-3年。而且张祈年早就猜到了会有这么一天，提前就收集了各种证据，证明了挥霍的钱都是宁婉自愿赠与。最后判决下来，只被判处1年，缓刑1年。而宁婉因为巨额欠债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估计要做将近10年的牢狱。判决的时候，张祈年刻意挑衅宁婉，这下宁婉彻底疯魔了。9个月之后，她借着生产的借口从医院逃出去，找到了张祈年，一刀结果了他。等警方赶到的时候，他也自杀了，一尸2命。当天，宁婉还给我发了条消息，我没有看，直接将消息删除，顺便将来信的号码也拖进了黑名单。过去的羁绊已经随风逝去，我的新生活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